我哋啲嘢咧執翻正啲喎，份量俾翻啲足啊！凌晨時分，街道上面嘅鋪頭已經紛紛打烊，一日嘅喧囂喺夜幕下沉入寂靜。不過，位於香港大圍呢間麵館，呢一刻肉香同煙火氣交織，香氣彌漫。呢3晚咧2晚喺度食，老細又好，有啲嘢又大碗又好食，牛雜啊、牛腩啊、牛丸都好食。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，咁變相咧，佢哋成日叫我哋話喂，你開夜啲啦，開夜啲啦，咁啊我哋大家都有得食。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3點半。每日限量銷售嘅新鮮牛雜、自製老醬香牛腩、彈牙爽口嘅牛肉丸同墨魚丸，財哥憑住呢幾種特色牛食，為街坊提供一日多餐嘅美味選擇。賓沙腩咧，平均一日咧都超過300噶啦。坑腩咧都拍得住賓沙腩嘅，即係2個品種咧嘅腩咧都係叮當碼頭。嚟沙腩麵。而家嘅財哥麵館已經係街坊鄰里嘅最愛，不過創業之初佢係未得到食客認可嘅。靠住一碗牛腩翼雜，背後隱藏住乜嘢秘密呢？聽日星期6噶啦，要做多啲貨噶啦，今日又要通宵啦。墨魚丸都要打到20斤啊！係啊，同埋你都係炒醬嗰啲啦，乜牛腩。係。夜班完咗之後，財哥仲未停得低。呢個距離鋪頭200米嘅食物生產作坊，係佢每日必到之處。麻雀雖小，但五臟俱全。點解或者我哋鋪頭啲牛腩牛雜啊咁好食咧，咁香？咁呢度咧就係我嘅秘密嚟嘅，驚自己忘記咗，就全部寫晒喺呢一度。財哥牛腩嘅絕妙美味，源自於佢從來唔外傳嘅醬膽配方。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樣嘢都會稱一稱嘅，因為咧好多原材料佢會發揮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，都有差唔多成20幾年噶啦，先至鑽研到自己呢一隻味出嚟咯。要炮製呢一煲賦予牛腩靈魂嘅醬膽唔容易嘅。首先，精心挑選嘅食材需要歷經油炸嘅洗禮，喚醒深藏嘅香氣。其次，藥材要精細研磨，幻化成粉。最後，各種藥材齊聚煲中，喺財哥嘅巧手底下反覆攪拌。炒鑊醬啊，由你炸蒜頭開始，冇得停。秘製嘅醬膽每個星期煲一次，財哥所有嘅精力都專注喺炒鑊之中。細佬做助手，將墨魚丸、牛腩等等食材一一備齊。喺醬膽炒製大功告成嘅時候，距離開店仲有3個鐘。財哥仲需要爭分奪秒，先至可以確保每日嘅牛腩準時卤製完成。咁我就會將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，大概半個鐘到啦。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晒嘅。厚身嘅牛腩擺落去最底，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盡量擺最高最面。當牛腩喺鐵鑊裏邊享受熱力嘅愛撫同醬料嘅熏陶嗰陣，財哥嘅太太同另一個細佬已經喺新鋪頭裏邊開始忙碌煲緊湯底。姨仔留守總店，亦都喺度忙緊準備開店前嘅各項工作。每日用70斤嘅魚骨啦，會落下豬骨啊、雞啊咁樣，胡椒粉啊、蘿蔔咁樣去熬製嘅。所有外賣單你記得要假直寫，人哋要醋啊、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下。好，2邊走，主要負責新店呢邊。如果唔夠人，我就入廚房啦。自認樓面唔夠，我就幫樓面啦。上午6點到10點，一家人喺各自崗位上忙緊，齊心協力、夾手夾腳嘅生活已經持續咗將近10年。牛腩嗰啲貨嚟咗啦，我嚟幫一幫手先。攞入去。好啊，你攰唔攰啊？你攰啊，翻去休息下先啦。得啦，搞埋啲嘢先。上午10點半，財哥雷打不動咁將新鮮牛食送返鋪頭。唔少客人早已經嚟咗，等緊開啟新一日嘅能量源泉。沙腩
住2個雜河，一個雲吞麵，一個麵底。攞張單牛河2個行街。喺財哥麵館裏面，招牌崩沙腩麵同坑腩麵最受街坊歡迎。同其他麵店唔同，財哥敢接受顧客刁鑽嘅選擇。呢個刁鑽嚟自於顧客對唔同部位牛腩嘅口感喜愛。我就係崩沙腩多，因為佢又脆又味，但係咧食到嗰啲湯咧唔會鹹嘅，又唔會口乾。都食咗好耐啦，都有8年到啦。咁其實好多鋪頭都係咁噶啦，成家人綁晒喺度噶啦。家庭作坊式嘅經營，注定咗一家人日夜顛倒，全年無憂。牛腩成就咗一家人嘅富足，亦磨練住每個人嘅性情。即係一家人咁會有啲唔同嘅一啲爭執啊，小爭執咯。佢有要求嘅，咁我哋可能未到佢個要求咯。我覺得差少少，係差少少嘅啫，爭少少，佢自己覺得係咯。你覺得咧？我覺得係有排咯。家人一定有拗撬嘅，只不過在於就係話你點樣將大家出現嘅矛盾解決咗佢嘅啫嘛。解決到啦，咁咪就係叫一家人咯。10年創業，屋企人嘅信任同支持，足以打敗偶然間嘅摩擦同矛盾，亦幫助咗財哥嘅麵館度過咗疫情3年最難嘅時期。疫情期間即係差唔多前後蝕咗差唔多600萬，我直頭自己層樓都攞去按埋。去到途中嘅時期咧，有打算話真係放棄，因為嗰種壓力真係好大，大到你自己揞住個心，自己喺度流眼淚。去到最嬲尾，連層樓都冇埋嘅，咁咪算咯，從頭嚟過。我好相信我先生，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神傳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，直至到今刻，永遠都會咁樣去支持我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從一家只係得2-3張台嘅店鋪仔，到而家嘅3家分店，財哥憑借不屈不撓嘅精神，唔單止克服咗種種困難，仲開創咗自己嘅美食風格。喺兄弟姊妹共同努力底下，原本俾街坊鬧係垃圾食物嘅店鋪，而家贏得咗街坊嘅一致讚揚。就係希望同我一齊捱、一齊辛苦嘅兄弟姊妹，個個都可以去管理一間。我希望佢哋都好。希望就係呢幾間鋪頭，大家守得住，或者佢哋每一日做嘅粉麵飯，佢沖嘅一杯茶，有人去讚佢一句話，你啲嘢好好食啊咁樣，咁其實就已經足夠㗎啦。食飯啦！食飯啦！食飯啦！得食啦！美食唔單止係滿足味蕾嘅享受，更係感情同信念嘅載體。只要對食材傾注心血，精心製作每一味菜品，就算係喺風雨飄搖中，都可以殺出一條金光大道，收穫肯定同讚賞。攞過嚟，快啲！21、30下期起得，知道未？好嘅。兔菌湯、竹笙湯起得，我呢邊有個黃魚羹啊！快啲！15個水晶明蝦球。水晶明蝦球係江太史家宴嘅經典菜式，同滾水灼白菜一樣，睇落簡單，實際好多巧妙嘢。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蝦球啦，係用緬甸嘅4頭大明蝦、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國嘅寶塔菜。烹製呢一味經典嘅泰式菜，需要廚師具備高超嘅刀工技藝。處理蝦嘅肉身先要去殼，然後片去表皮嘅紅衣，令到佢呈現出全身潔白嘅狀態，所以得名為水晶明蝦球。片衣最繁瑣都係呢個步驟，要慢慢將啲細衣片翻出嚟。喺蝦背界3刀，再用低溫油泡，雪白嘅蝦肉就好似花咁樣綻放。油溫太低嘅話咧，佢熟就會好耐啦；太高嘅話咧，佢個表皮會老啊。外嫩內滑嘅蝦球鮮脆緊緻，而內心柔軟，似係半熟溏心，
師傅對火候嘅精準控制可見一斑。咁我哋御花園做緊嘅泰式菜咧，其實都係沿用咗江太史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製作。莊家輝憑借住深厚嘅泰式菜廚藝功底，喺2年前嘅澳門知名酒店全球競聘中，以水晶明蝦球、冬瓜蟹鉗等經典泰式菜脫穎而出。年僅36歲就榮任酒店中餐嘅首任總廚。我04年入行嘅，11年就去咗上海。嗰陣時我喺上海管理住5、6間餐廳度啦，員工有200幾300人。咁我嚟到御花園之後咧，感受佢哋嘅文化定位，佢裝修嘅風格同我哋泰式菜好吻合，我就好投緣咁樣結合咗我哋嘅泰式菜同御花園。莊家輝85後嘅後生仔，點解同歷史厚重嘅泰式菜緊密相連呢？咁佢一身廚藝又嚟自邊度，令佢可以走南闖北都獲得認可呢？我準備7個竹蟹。好。專注於傳統粵菜烹飪係莊家輝走勻大江南北嘅底氣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佢最中意深入當地嘅市場、農場同養殖場，去揾本地時令食材，鑽研本土食材特性。我哋嗰度啲魚蝦蟹啊，特別鮮甜啲嘅，甜埔潭淡水交界側邊就大海。如果我聽過呢啲松殼蟹好出名，啲松殼蟹基本上都係春分前後、中秋節前即係最多噶啦。松殼蟹並唔係一個蟹嘅品種，而係青蟹換殼階段一種形態。每隻青蟹都要經歷松殼嘅階段，呢個階段持續時間好短，所以捕撈到松殼蟹嘅概率好細。別開嘅2層噶啦，呢個就係松殼蟹啦。通常松殼蟹佢會經過幾多次脫殼咧？如果咁大隻嘅苗都要5、6次。呢個季節對於佢嗰個品質有冇影響啊？冇嘅，個松蟹嘅灰殼㗎。我哋一般咧就咁水煮啦。嗱，你見啲膏肥到？佢呢個膏咧，同我哋平時食嗰啲膏蟹又唔同，比較鮮甜，冇咁滯，冇咁利口。係啊，冇咁利口。好香味。阿聰啊，你試下聯繫下我哋嘅採購咧，可唔可以揾到啲咁優質嘅食材？我覺得好適合我哋做菜。上午11點，莊家輝準時返到自己嘅主戰場。尋日夜晚情況運行都十分之正常嘅，咁有幾張台咧，我哋出去都問咗個意見，都好滿意。咁啊，大家開工第一件大事就係帶住各個部門負責人對尋日嘅工作做復盤。每個菜出去嘅碟邊咧，一定要抹乾淨。先由廚房部檢查，每一個人都要好仔細咁睇，去到客人台面嗰碟餸一定係最完美嘅。喺莊家輝主理嘅2年時間，佢除咗負責菜品嘅研發，仲承擔廚房總管嘅職責。阿龍啊，嚴謹嘅工作態度、規範嘅管理方式，係優質菜品保證嘅基礎。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嚇。阿太哥俾少蝦醬。哇！鉗仲有幾耐？仲有2分半啊！將呢個俾多條，做出嚟俾我試咗先。兩個糖水試一試佢先。每個環節都會望一望啊，試咗先，自己 OK 啦，先會再出餐。我哋御花園有2個菜單嘅，一個就係大菜單，一個就係季節性菜單。咁季節性菜單咧，我哋係會用一啲時令嘅食材去做嘅。咁泰式菜就係由我啦、大師兄啦、二師兄同埋我徒弟去負責嘅。咁啊，大師兄就主要係砧板呢方面啦，徒弟同埋二師兄咧就負責炒鑊啦。咁我就係成個統籌。喺2021年12月之前，3位專注於泰式菜製作嘅師兄弟喺各自嘅地盤獨當一面。為咗傳承同弘揚泰式菜，3位師兄弟又再聚首。我哋有個默契，自己都理解個泰式菜，或者我哋之前做開嘅粵菜。咁好有幸，我17歲就跟黎有屯師傅學習呢個泰式菜系啦。咁黎有屯師傅咧就係江泰史最後一位家廚李財先生嘅徒弟嚟嘅。師傅，試下呢個泰式豆腐。莊家輝特登請自己師傅過嚟試菜。而家食落去係俾我混合新鮮嘅感覺，食魚唔見魚，
因為我哋而家個做法咧係用雞湯自己去做咗個黃豆先嘅，再呢個蛋啦、東星斑肉、雞肉同埋呢個重河蟹肉，佢一齊去混合做成嘅。其實最困難係定型，2個月每日試啦。呢個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準，佢先至可以定到型。以前人哋講成全，但係我而家希望成全裏邊加一個變字，你哋就變到出嚟。我覺得係非常之欣慰。太史菜以選材嚴謹、製作精細、口感順口著稱，擅長燉、燜、煨，注重火候同調味，追求食材嘅原汁原味，被譽為粵菜中嘅珍品。其實我哋太史菜系當中咧，最經典咧就係太史蛇羹。咁但係因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，咁我哋就改為咗太史鳳凰羹。太史鳳凰羹係太史菜系嘅經典，湯底製作極其精細，頭湯要揀金華火腿、豬肉、豬骨同老雞等上乘食材，煲煮10個鐘頭而成。取其鮮，尾湯用老薑、陳皮、甘蔗、紅棗、桂圓同骨頭等材料慢燉，取其甘，兩湯融合，相得益彰。太史鳳凰羹嘅底味大功告成。落呢個夾肉絲落去，慢慢滾一滾佢啊！我哋就落啲筍絲啊、冇意絲啊、冬菇絲，等佢出咗味先，跟住我哋就可以調味。調完味咧就可以埋個芡。除咗主料，佐料有檸檬葉絲、薄脆、菊花同芫茜等。羹湯入口，鮮美到令人覺得解恨嘅程度，又好似墜入咗迷離萬花筒，鮮到人都醉。呢8個菜咧係我哋呢個過年嘅菜單。第一個就係黑松露粉香金豬仔啦，紅豆沙湯圓、紫蘇酸湯葱浪海條黃魚。咁用嗰個沖浪方式嘅，滾完佢咧淋落去 OK 㗎啦。你撈起嗰度，大家注意啊！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樣咧，係建議客人自己撈嘅，撈到風生水起，撈到黃金滿地。從原始版本嘅順德魚生撈起，到而家嘅雞絲雜菜，撈到風生水起，變嘅係食材，係做法，不變嘅係呢一份求變嘅用心。所謂有傳統冇正宗。喺莊家輝同團隊成員嘅共同努力下，太史菜系唔單止得到傳承，仲不斷創新同發展。咁能夠可以喺呢個平台咧，其實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責任將佢傳承推廣落去。湛江廉江市素以美食出名，龍兒係當地人對鹹淡水交界處嗰啲章魚仔嘅稱呼。龍兒飯係當地一絕，打開煲蓋，鮮味排山倒海咁迸發出嚟。除咗美食，呢度嘅紅樹林一樣名聲非言。廉江擁有中國面積最大2萬幾公頃嘅紅樹林，亦係趕海人心中最好嘅海洋牧場。花花，我呢個係泥蟲啊！泥丁又叫泥蟲，顏值唔高，肥肥等等。從小啊，一倒眼都有一條尖。啊咁啊！萬物都有用，夠大隻嘅就即刻請上台。仲細過尾子嘅泥丁仔，就會請佢入新屋企人工養殖。謝容優5年前喺深圳邊防當兵，退伍之後開始嘗試泥蟲養殖。誒，細哥，係又有新苗啊？係啊，今日啲苗靚冇？可以嗎？2公分左右啦，一般呢我哋都係養到2年。一開始呢，我哋係喺廣西呢度養嘅。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，還有紅樹林。老家紅寨村旁邊就有幾千畝紅樹林，條件非常便利。泥蟲係我哋兩港最受歡迎嘅美食，
大家都中意食大嘅，但我覺得細個都可以養大。深夜泥蟲出動呢，灘塗就係佢哋嘅餐台，利用細小嘅竹子伸展喺泥面攝食微生物，唔起眼嘅泥就係最好嘅肉肥食物。林家雄有8-9年嘅養蟲經驗，係謝容休嘅合夥人。我呢度大概係70畝地，依家咧市場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蟲咧都係呢邊出嘅。挖泥蟲好考眼光，要喺泥裏邊將佢哋完整咁挖出嚟，唔可以有任何嘅損傷。嗰啲咩就泥蟲窿咯，一般幾深啊？大概20公分左右就有噶啦。大條！我哋啱啱挖嗰2條，佢個規格咧大概係80條一斤噶，屬於特級蟲噶啦。養泥蟲賺錢並唔係謝容休同林家雄嘅終極目標，佢哋有個綠色嘅夢。打算咧等我哋個規模壯大咗，我哋會將一部分嗰啲苗啊，會投放翻紅樹林，等佢嗰啲生態連接咧唔會斷。嗰啲細嘅、腥嘅，全部要挑出嚟。或者係凍到南寧北海啊、珠三角嗰啲地方嘅。因為佢有好多泥，又有沙，一般咧使到8至10次。尖頭籤一劃一反，去走內臟，淡粉色嘅泥蟲血絕對唔可以浪費。小心收集過濾，用嚟煲成粥底，再用飽含泥蟲血嘅粥底嚟煮泥丁，最後只需要一啲鹽嚟調味。最鮮嘅味道就係一啖最樸素嘅粥水。清蒸泥蟲亦係廉江人中意嘅食法，喺碟裏邊鋪滿泥丁，喺蒸氣最盛嘅嗰刻，即刻放入蒸籠。2分鐘唔使，必須要出籠。只有快，先有甜、鮮、嫩。食泥蟲嘅快樂，就係忘我嘅全程投入。嫩脆當中帶啲韌勁，咀嚼所帶嚟嘅快感，令人忍唔住食咗一條，又一條，嚟多一條。一味香蔥爆泥丁就係米飯嘅絕配。本地小香蔥切斷，熱鑊爆香，將泥丁倒入去，香氣應聲騰起。搶火急炒，即刻上碟。脆嫩嘅泥蟲夾雜住香蔥，即刻成為咗小朋友搶食嘅對象。潮起潮落間，生命生生不息。紅樹林係謝容休同林家雄嘅衣食父母，佢哋早已經將自己融入到呢一個天然嘅生態圈。今日2個人約埋當地紅樹林保護站嘅站長林廣船，一齊去巡視紅樹林。會有紅樹林地方抽會海水又乾淨，係咪？養殖嘅成功率高啲嘛？而嗰啲科學家研究話，呢個紅樹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！嗰啲紅樹林啊，好多嘅都有種嘅肺炎嘅功能。紅樹林中花開花落，春華秋實，豐富住廉江人嘅餐台。佢有花蕾㗎，裡面有一滴糖嘅，有0.02克喎。好甜啊，係嘛？好甜。成熟之後就咁咯，啲芽已經出來係嘛？我哋叫嗰種現象叫胎生。紅樹林嘅胎生令到種子嘅成活率比較高。林家雄同謝容休呢一個季節嚟到紅樹林，仲因為一種紅樹植物嘅果實海欖黐，因為灰白色枝幹盤根錯節，就好似白骨堆積，所以又叫白骨漾。白骨漾嘅果實因為外形似銀仔，又被叫做欖錢。
所有紅樹植物之中嘅果實，嗰隻欖錢咧係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。嗰隻太細隻嗰隻咧就冇渣。欖錢因為單寧物質含量高，唔適宜直接食用，需要經過特殊處理。只有幾分鐘就可以攞佢就出嚟。而家就開始泡水，要泡1日，中途我要用3次水哈。欖錢同車螺一齊煮，就係當地人招呼客人嘅時令大菜。車螺又叫文甲。猛火催逼令到佢開口，放欖錢、薑片、料頭入去，再煮2-3分鐘。新鮮滾熱嘅欖錢車螺煲大功告成。欖錢會微苦，細嚼軟糯，將主角車螺嘅鮮甜配襯到淋漓盡致。將日曬欖錢乾泡發，3-5塊薑配新鮮豬骨，落煲燉煮半個鐘頭。就成就咗清甜潤喉嘅欖錢豬骨湯。試試啲欖錢啊，冇苦啲味道都可以。佢呢就係我哋屋企啊，嗰隻紅樹林就相當於保護神嚟噶，保護好咗紅樹林，我哋屋企先會越嚟越好啊。面朝大海，背靠高山，山海於老廣而言係1日3餐嘅生計，更係煙火長明嘅生活。係唔係好靚咧？我就好中意呢度嘅第一道陽光。我成日上嚟，我老婆就話我傻傻地嘅。呢度就係廣東第2峰，又係叫石狗嶺。石狗嶺海拔1888米。位於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，號稱廣東第2峰。喺第2峰嘅周圍生長住龐玉貴最中意嘅野菜。個石韭菜就係生喺呢啲懸崖邊，唔好睇小佢啊！係一種肉食同源嘅野菜。石韭又叫觀音菜、神仙菜，外形好似加大碼嘅韭菜，香氣濃烈。有啲似蒜苗，經過多年馴化，而家可以喺村前屋後人工種植。過咗又會再長嘅，就係提款機、搖錢樹一樣。龐玉貴住喺古樹村村尾，村山林圍繞，近年嚟成為咗熱門嘅旅遊點。龐玉貴順便喺屋企裏邊做埋農家樂。石韭係遊客打卡必食嘅美味之一。石韭菜呢？而家整緊，即刻就到。石韭菜炒煙燻臘肉係當地最有特色嘅招牌餸。黑黃嘅臘肉切大塊落鑊，脂肪晶瑩剔透，瘦肉鮮紅誘人。搵埋石韭入去，爆出辛辣香氣，撈埋臘肉香、煙火氣，成就大山裏面豪邁嘅餸飯菜。石韭落鑊炒到7-8成熟，加埋山野土雞蛋入去，入口香滑。呢個先至係品嘗南嶺夏天嘅最佳方式嘅。石韭菜炒蛋。同其他嗰個睇下到冇咁滑，冇咁香啊。古樹村坐落喺山坳裏面，喺南嶺國家自然保護區內，寧靜又安逸。東西綿延1000幾公里嘅南嶺山脈，被視為嶺南地區同華中、華東嘅地理分割線。呢度係龐玉貴嘅屋企，亦成全咗佢份工。老婆，我去巡山喎。哦，小心啲啊，早啲翻嚟。行走喺大山之中，龐玉貴嘅身份係護林員。小心路滑喎，我哋屯戶都行呢啲山路嘅喎，周3、周4就休息。龐玉貴曾經出去外面打工，喺惠州製衣廠嘅流水線上面揾過食。山海自有歸期，2006年返到生佢養佢嘅呢片大山，龐玉貴嘅眼中又泛起咗星光。
喺惠州病痛比較多，後尾就翻咗老家咧屋企呢度，嗰啲病痛乜嘢都少咗啦。老婆黎燕紅曾經喺廣州嘅中醫醫館做嘢，中意研究養生。佢陪住老公一齊巡山。紅嘅枝葉啊，前面跌咗棵樹落嚟喎。知道，我睇到啦。我平時得閒嗰時候就跟住阿貴哥一齊巡山嘅啦，唔使佢一個人咁悶咧。跟住巡呢啲山嘅路比較好行，先帶你上山啫。哇！呢個風景好靚啊！南嶺嘅森林覆蓋率達到98%以上，有550幾種動物同大約3900種植物，係廣東省生物資源最豐富嘅自然保護區。呢座山就係真正嘅寶庫，半風河，真係保護植物。廣東五精蟲，佢哋日日五針一束，佢係一層一層咁樣生長，有種積極向上嘅力量。嗱，我哋大山裏邊啊，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。嗱，而家到冬啦，掛晒邊啊，到處都幾靚下嗱。喺大山中穿梭，護林員都寂寞㗎。龐玉貴同同事傾偈分享嘅都係同大山有關嘅八卦。那個時候，它有時候跟那個樹葉差不多了嘛，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。3月份左右，我過南嶺那邊，我開車過，就他坐在那個公路那旁邊啊。黑熊還是？對，黑熊。一般不對它有威脅性的，應該都不會主動攻擊。紅外相機監測那裡也有拍到。在白馬坑那裡見那個猴子70、80個，叫藏族猴。看到那個白鱔就經常看得到，叫白鱔，叫白鱔。有白有花嘅，咁啊，好似拍拖咁嘅。我見過30-40隻都有。我們都見過。嗯，還有我堂哥那旁邊那裡那個也跟貓一樣，那個叫泡貓那種啊，吃那個雞啊。臨行之前，龐玉貴請同事去自己屋企小聚。煙燻臘肉係窯包待客嘅首選名菜。龐玉貴係做煙燻臘肉嘅行家。放點鹽，加點高度的白酒，一般都是醃2至3天左右。一般都係細火慢慢酸，酸耐啲時間。每日係酸到4到5個鐘。嗱，呢啲臘肉而家瞓咗20幾日啦。而家都好乾啊，瞓得越耐啊，佢就呈係黑色嘅。歷經半個月，臘肉表皮被碳黑、碳酸鹽等物質重重包裹，阻斷咗外部細菌嘅入侵，所以久存不變。想要捽甩呢一層堅硬嘅外殼，山裏面人秘訣係草木灰。農村講嘅就係灰水，一洗就好乾淨嘅。臘肉同辣椒係天造地設嘅絕配，呢個係複合多變嘅5味體驗，屈到流眼淚，辣到喉嚨痛，口感油韌襟嚼，味道鹹香刺激。清蒸對臘肉嘅要求更高，臘肉切厚片，唔需要調料，只需要蒸10分鐘，聞到香味就可以攞出嚟。蒸燻肉紅白相間，最啱送酒。山裏面嘅冬天黑得更早，外面吹行北風，屋裏面係另一番熱鬧景象。來，乾杯！辣油很香，
今日係冬至，團圓飲九江，越飲越有，嚟大家一齊舉杯。三五親友，一碟臘肉，幾杯小酒，巡山凍冰冰嘅身體暖咗，遊蕩嘅靈魂翻咗嚟。拜祭是用慈菇，寓意着財丁興旺。舊陣時，因為慈菇嘅身形，中意講意頭嘅老廣將慈菇指定係春節宴席祭祀祖宗嘅必備食材。惠東縣獨光村南北兩面丘陵起伏，雨水順勢聚集喺村中平坦嘅地方，造就咗水生作物得天獨厚嘅生長條件。中意水嘅慈菇喺呢度已經生長咗幾百年。樹菇嘅葉咧，超長嘅，尖條，一塊咧要重貼嘅，要單片嘅，取壓寸要600秒嘅左右。邱玉新係一個老兵，退伍之後做過鞋廠，種慈菇係最近2年先做嘅。喺到村面種樹菇，對於我嚟講，超係個故事。然後咧，我自家仲要撥款嘛，來去做個實驗。慈菇有好強嘅適應性，陽光充足、氣候溫和嘅地方都可以生長。但係有一種病對慈菇係致命嘅。疱疹、濕疹病，在9月嘅時候啊，現在6歲以下天氣下降，2日咧更咧都有感染啦。好彩喺村裏面有種慈菇嘅技術好手，吳偉添同慈菇打咗20幾年交道。邱玉新每次遇到問題，肯定第一時間去揾佢教路。有傳染嘅，樹菇你種落去嘅先時候，生長期8-3-4天，肥多啲咁嘅，少啲咁嘅，又好膠氣、好小氣嘅，水啊嗰方面都看出嘅。所以種樹菇時間好長，也好辛苦。深秋係慈菇嘅最佳採摘期。太難過啦！一個愛鋤嘅時候，苗愛攞佢淺啲後嘅，然後嚟講你鋤上方片。挖慈菇講究技術，但係想慈菇賣相好，就必須要時刻小心手上面嘅動作啦。像你鋤爛呢嘅，俾每日吃片咯，超市賣都賣唔到價錢呢。農業充滿風險，豐收未必可以賺錢，價格走低就係食白果。3、4塊錢哪裡有錢啊？最少要5塊錢以上人可以賺到人工錢啊！慈菇嘅價格點解波動起伏咁大呢？暑日嘅樹菇保鮮嘅時間係要限嘅。咁點樣去延長慈菇嘅保質期呢？見到藝上咧攞件嘢嘅樹菇放下嚟啲嘢凍庫來，如果保鮮咧叫以後咧嚟啲長年都有樹菇出樹嘢嘅價錢，就可以採啱農民嘅樹種嚟，係帶奶嘅，係社會嘅。獨光村出產嘅慈菇又大又均勻，係附近呢一帶品質最好嘅。慈菇破開之後，白色微黃嘅肉質，因為富含澱粉而顯得細膩。豐收嘅喜悅係要體現喺餐台上先至夠味嘅。新鮮嘅慈菇同富含油脂嘅肉類係絕配。滾刀切塊。淋花生油攪勻，醃製10分鐘，再將自曬臘味鋪喺上面，蒸20分鐘，就係一味征服奄尖味蕾嘅家常菜。慈菇炆豬肉係當地嘅應季大餸，將新鮮五花肉切厚片，用花生油同南乳爆香之後，將慈菇加入去，倒適量清水入去炆煮。20分鐘。不要去鏟，鏟下就會苦啦。香味攻晒出嚟，呢個係新年將至嘅信號，拉開老廣踏上歸途，
合家團圓嘅序幕。大家辛苦啦嚇！嚟啊！身體健康啊！做股啊，要不要香啊？好正哦，盤香蜜。咬咗又香係咯，難聽唔難？難聽唔咯？